今天我带着我的祖传大眼袋来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平时我是怎么遮眼袋、遮泪沟的。说实话，我这个眼袋上镜确实非常明显。你看它既有个凸出来的眼袋，又有个凹进去的泪沟，可能生活当中看起来还好，但镜头放大2-3倍吧。而且生活当中90%时间我都不会刻意去遮眼袋，因为我觉得眼袋并不会对我生活产生什么影响。我交朋友他也不会因为有眼袋、有泪沟、有黑眼圈就拒绝跟我交朋友吧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容貌焦虑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就去动脸。比如说大家经常会说我长相老气，然后我的眼袋很大，我的面部缺陷很多。那如果每个人的话我都要听进去的话，我是不是天天都在做脸？所以对于面部这个事情，大家一定要自信，多充实自己，多学习，多看看世界，你的重心就不会全在脸上了，你就会关注很多其他的事情，那个自信状态就会出来了。所以这条视频呢，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遮眼袋技巧，也是想跟大家说，千万不要精神内耗。昨天晚上呢，我还特地去喝了一大杯水，就是让我这个眼袋更明显了，也是给你们看看。先来第一个眼精华油，因为是想滋润一下眼部肌肤，这样上妆的话就没有那么卡粉了。然后再找出我的美容仪来镇定一下，调到这个冰敷的模式。如果你没有美容仪也没有关系啊，你可以用勺子放在冰箱里冰一下，它就冰冰凉凉，可以在眼部这样子冰敷一下就可以了，也是一个平替方案。以前我都是那么干的，然后大概冰敷个1分钟就好了。或者是如果你爱喝咖啡的话，早上喝一杯咖啡也是可以消水肿的。像我平时咖啡喝的比较少，所以我一般都是用美容仪。冰敷完之后呢，就用手这样子轻轻的点压，让眼霜吸收进去，不要有太多残留。如果太多残留的话，你可以用纸巾稍微这样子按压擦掉一点点，因为太多的话可能会搓泥之类的。我一般都是画的比较偏自然一点妆容，所以先用一个气垫来打个底，这个遮瑕一定要厚上，这样子就不会在上粉底的时候把这个遮瑕给擦掉了。然后我们轻轻的上一层底，我就先只画一半吧，这样你们可以看出差别来。然后上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这样子轻轻的皱眉看一下，就是因为你不要把这个粉底全部上到这个很靠近眼部的这个位置，一定要靠下一点点，把你这个卧蚕的位置给留出来。因为如果你全部铺上去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就感觉像个平面了。然后眼部轻轻的带一下下就好，就轻轻的带哦，千万不要太多粉。你们看这边是不是稍微好一点点了？但是这根泪沟还是很明显。好了，差不多上好粉底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找一个遮瑕膏。像我平时的习惯呢，是用比较水润一点的遮瑕膏，因为我觉得那种比较厚重的呢，遮起来会很有粉感，可能社交距离的话会非常的明显。所以我们先找一个这种偏自然挂一点的这种遮瑕膏，然后把它铺开一点点，把它搅散。当然你可以用自己比较习惯用的这种遮瑕膏，只要不卡粉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先取一点点，只要很少量，然后你就可以铺在这个比较凹陷的地方，一定要从这个方向看。你看这个地方就有一条很深的这个黑色一点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就铺在这里，一点点少量多次，我们点涂上去，主要是上到这根线上，然后边缘呢，你就用这个刷子把它晕上去就好了。轻轻的让它扩散一点点，你们看两边是不是差别很明显了？这边已经遮得七七八八了，然后还有一些细节就自己再补一补。这个刷子的大小呢，你就看自己习惯就好了。我一般都是用这种平一点刷子或者更细一点刷子，轻轻的。一定要轻轻的，不要有拉扯感，拉扯的话很容易出细纹。然后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眼袋的这个纹路啊，它其实是从这个方向来的，所以我们要从前面这个地方就开始遮。好，你们看一下两边，是不是还是挺明显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是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，就正面来看，就已经遮得到7-8成的样子了。然后我们四周这样检查一下，看看哪里没有遮到，我们再轻微的补一下。这个颜色的选择，我一般都是选比粉底稍稍亮1个色号就好了，所以我不会给你们推荐什么遮瑕膏的颜色，这个要看自己肤色来，因为没有什么遮瑕膏是万能的，都是自己调出来的。好了，然后换一把比较尖一点的刷子。再补充一下细节，其实遮眼袋、遮泪沟这个时间呢，还是花费比较长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细心一点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我遮的时候主要就是遮这个区域，因为这里它是凸出来的，它已经是膨胀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凹陷处给它打亮。然后再找一个哑光型的高光，说实话这一盘当中这个遮瑕膏我很不喜欢，它太干了，哪怕你激活它依然很干，每次都很显纹路。然后我们再取这个高光
点在我们这个眼下，主要是压一压这个油光，然后它就会显得没有那么膨胀。然后我们鼻基底这个位置呢，也可以来一点点高光。好了，基本搞定了，对比一下两边。好了，知道这个程度，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出门了。然后你还可以拿一个散粉，稍微定一下妆啊，然后轻轻的按压。把面部整体来压一下油光，然后上眼皮带一下下，一点点就好。我们整体的用量都要非常的少，这样才会比较自然。你们看这边是不是显得妆容非常的清透自然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妆感？因为我用的遮瑕量也比较少，而且是少量多次叠加上去的，所以呈现出整个妆容状态是非常干净的。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注意辨别你的泪沟和眼袋的位置，像这个朝向的位置，这里是叫泪沟，然后中间这里是叫眼袋，上面这里是卧蚕。大家记住，千万不要把卧蚕给遮掉了，一遮掉你的眼睛会显得非常的小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把泪沟这种深深的位置把它提亮，然后眼袋这个位置稍稍压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你的妆容就会呈现出那种又干净，然后又有层次又自然的状态。好了，遮到这种程度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其实对于我们这种突出型眼袋，它是不可逆的，我们只能视觉上弱化它的感觉而已。你看侧面或者是上面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，但是我们也不用过于追求完美，因为人不可能完全完美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这个妆容呢，就是以自然为主。那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记得来交作业哦，小吗？